中国大陆为什么迟迟没有武力统一台湾？两岸关系自1949年分治以来，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敏感的焦点之一。70多年过去了，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今非昔比，北京当局对统一的念头从未放弃，但台湾海峡上始终没有爆发真正的大规模战争。难道真是因为北京害怕美国的干预，亦或担心登陆作战的高风险，还是说北京其实在下一盘以拖待变的长期大棋，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更令人好奇的是，有一位美国的中国通专家仅用短短一句话就道破了北京迟迟不动武的关键，当场让听众鸦雀无声。这句话揭示了什么深层逻辑？未来台海局势又将何去何从？今天的影片，我们将从历史背景、国际博弈、军事评估和中国内部考量等角度抽丝剥茧，带大家深入探讨这场跨越70多年的战略博弈。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9年，那一年，国共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告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而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则退守台湾，两岸从此分治对峙。对北京来说，台湾仿佛一块尚未收复的失土。毛泽东多次宣示，解放台湾是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反观彼时的台北，蒋介石虽然节节败退，但也不甘心于台湾一隅。他最初的愿望是反攻大陆，希望有朝一日打回去，重夺整个中国的统治权。当时两岸的态势颇像是一场暂时中断的内战，双方都虎视眈眈，伺机想要结束对方。然而，真正改变这场博弈进程的，却是外部势力的一次突然介入。1950年年初，北京原本考虑趁内战胜利的余威，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对台湾发起进一步攻势。解放军当时已经在华南沿海集结，先后拿下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等地，下一步目标直指台湾。本来毛泽东打算在1950年底以前解放台湾，结束国共内战最后的尾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关键时刻，东亚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朝鲜半岛硝烟四起。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势力扩张，不但出兵韩半岛，同时也将战略视线投向台湾海峡。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宣布这片海峡中立化，以防止共产党攻击台湾。这一决定等于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筑起一道屏障，使原本剑拔弩张的国共决战瞬间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试想一下，对毛泽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数。原本唾手可得的解放台湾目标，忽然因美军的军舰介入而变得遥不可及。1950年6月，美国第7舰队横亘台湾海峡，毛泽东再怎么不甘心，也不得不暂时吞下这口气。就在同一时间，他还面临着来自盟友的压力。史达林领导的苏联与中国在1950年初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承诺在中国遭受侵略时提供援助，但这份条约并不意味着苏联支持中国主动对台湾用兵。事实上，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史达林更希望毛泽东把重心放在朝鲜战场，而不是去打台湾，免得把美国过度激怒牵连苏联。于是毛泽东做出一个战略抉择，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暂时搁置解放台湾的计划。韩战的爆发对中国决策者而言是一场警钟，他们亲眼看到美国愿意不惜代价的军事介入亚洲冲突，美军舰队甚至直接拦在台湾门口。这意味着，如果当时解放军执意渡海攻台，不但要对付台湾本身的守军，更可能同时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交战。以当时新中国积贫积弱的海空实力，跟美军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北京只能暂缓对台动武，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重建和朝鲜半岛战事。朝鲜战争一直打到1953年才停火。这几年里，台湾海峡在美军巡弋下保持相对平静，两岸的武力统一战争暂时停摆下来。表面平静不代表北京完全放下武统念头。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和中国稍微恢复元气，北京开始寻找继续施压台湾的机会。1954年，中共决定对国民党控制的浙江一带岛屿发起攻势，迅速拿下大陈岛等据点。同年9月，
解放军开始炮击台湾外围的金门、马祖等离岛，首次台海危机就此爆发。猛烈的炮火震撼了台湾和美国，北京试图以武力施压来测试美台之间的防卫底线，结果反而促使美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正式承诺保卫台湾本岛。虽然金门、马祖不在条约明文范围，但美国的态度已显示不允许中共以武力夺取台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北京虽然展示了攻击决心，但最终仍未越过台湾本岛这条红线。美国第7舰队当时继续在附近巡攻，核武强权的威慑仍高悬在北京头顶。毛泽东见好就收，在达到震慑目的后暂时停火。然而北京并未止步，1958年再次炮击金门，引发第2次台海危机。毛泽东这次采取单打双停的间歇炮击策略，在金门岛上空仿佛打起了时间表般的炮战。一方面，他借由周一到周五开火，周末停火的奇特节奏向华盛顿和台北施压谈判；另一方面，他其实也在试探美国的反应。这场危机中，美国同样没有袖手旁观，艾森豪总统甚至公开暗示不排除对中共使用战术核武的可能。最后，中共在付出一些代价后，再次选择适时收手，宣称达成惩戒目的后单方面停火。总的来说，50年代的2次台海危机，北京都是透过炮火展示了一定的强硬态度，但都没敢发展成对台湾本岛的大规模登陆入侵。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时中国的海空军实力远不足以跨海攻台，而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会干预，一旦引发美军直接参战，战争走向将超出北京可以控制的范围。毛泽东深谙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道理，用有限的炮击来达成政治宣示，却避免了全面开战，把局势闹到无法收拾。换句话说，北京在50年代虽数度动武，却始终保持克制，将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没有贸然踏出最危险的那一步。进入1960年代，中国内部迎来了极其动荡的岁月。大跃进运动失败，引发严重经济困难，接着又爆发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政治运动的狂热与混乱中。在内忧不断的情况下，北京无暇顾及对台湾发动战争，更何况那时的台湾在蒋介石统治下，一方面稳固防务，一方面也放弃了短期内反攻大陆的积极打算。两岸在60年代陷入一种僵持对峙但相对稳定的态势。对北京而言，这个时期首要的是应对国内危机和中苏交恶带来的安全威胁。60年代中后期，中苏分裂，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使中国腹背受敌。在这种内外交困下，北京更加不可能腾出手来冒险攻打台湾。70年代初，局势再次出现重大转折，中国经过文革的震荡后，开始寻求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而美国也在越战泥淖中希望拉拢中国制衡苏联，于是出现了举世瞩目的中美破冰。1971年，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拉开序幕。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美国首次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为后来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对北京来说，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胜利，透过外交手段成功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松动立场。既然美方已经承诺尊重中国统一的原则，那北京更没有理由此时突然对台湾动武，而坏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采取的是先搁置争议，争取国际支持的策略。他们对内部也表示可以暂不急于解放台湾，等条件成熟再说。据说周恩来曾在70年代私下透露，我们可以等上100年再解决台湾问题。虽有夸张成分，但这反映出当时中国高层对于台湾问题的缓慢态度，因为争取美国这张大牌比急于一时武统更加重要。1975年，毛泽东逝世，隔年文革结束，中国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在1978年底重新掌权，马上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把国家发展经济、融入世界摆在首要位置。在这样的国策下，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了北京最珍视的战略资产。果不其然，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虽然保持对台非正式关系和防卫承诺，但已不再与台湾有正式军事同盟。北京当时对华盛顿的动作提出了抗议，但总体上还是默认了这种模糊但可接受的状态。同时，邓小平也对台湾释出善意，提出了著名的一国两制构想，希望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实现统一，允许台湾保持高度自治，保留军队和原有制度不变等等。当时北京寄望以民族感情和经济利益说服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的谈判。换言之，70年代末到80年代，北京正式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定为对台基本方针。既然路线转为和平统一，自然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主动发动对台全面战争。在那段时期，北京更倾向于以统战和示好的方式来拉拢台湾，而不是以武力征服。对台湾来说，这段期间反而是军事压力较小的时光。国民党当局在80年代解严开放，两岸开始出现民间交流的萌芽，看起来统一似乎可以坐下来谈，不一定非打不可。然而，两岸关系并未就此一路坦途。1990年代初，海峡两岸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在李登辉总统领导下逐渐走向民主化，本土意识和台湾人认同明显增强，而中国大陆则在经历89民运风波后，转向更强调维稳和民族主义的执政基调，双方的政治氛围愈发背道而驰。1995年，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一中原则的冲击。北京担心台湾朝渐进式台独方向发展，决定对此亮剑示警。于是1995年到1996年之间，北京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与军事演习，这就是震惊国际的第3次台海危机。解放军的飞弹落在台湾周边海域，意图警告台湾选民不要在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中支持李登辉，同时也是对美国干预的抗议。然而，这次北京的高压手段适得其反，台湾民心并未被吓倒，李登辉反而以高票当选，而美国则派出了2个航母战斗群驶入台海附近海域，以实际行动表明保卫台湾的决心。可以说，1996年的台海对峙把战争危险推到了新高点。许多人当时忧心忡忡，认为解放军会不会就此攻台，美军和中共在台海开战，气氛可谓剑拔弩张，似乎一触即发。然而最终，北京再次选择了克制。随着台湾大选结束，解放军于1996年3月停止了军演和试射，台海危机降温。事后来看，北京此举更像是一次下足演示和策略表态，并不是真的准备马上打过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中国虽然开始富强起来，但军力和美国比仍有巨大差距。一旦战事升级到直接对抗美军，中国极可能落败，甚至引发难以承受的后果。北京高层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的策略是下阻但不开战，透过发射几枚导弹表明态度即可，没必要真的把自己逼上战场。并且他们也看到了美国迅速增援的反应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武力威胁的谴责声浪，这让北京更清楚，在统一问题上操之过急，可能引火烧身。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的危机反而促使中国下决心加速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发展反介入能力，为将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做更充分准备。毕竟那次美军双航母现身，让北京深刻体认到与美军硬碰的难度，他们不想永远被美国海空军压制住。因此，自90年代末起，解放军投入巨资研制反舰弹道飞弹、先进潜舰和战机，以期未来在台海能够有效拒止美军介入。但这是后话了。至少在90年代，北京在经历台海危机的教训后，短期内不会贸然再挑起战端。进入21世纪，台海局势随着两岸政局起伏而波动。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总统，这对北京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民进党传统上主张台湾主体意识，甚至台湾前途公投，令北京一具所谓法理台独的可能。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执政期间，
北京对台政策明显转趋强硬，一方面不断强调绝不容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另一方面加速军备部署，以围堵震慑台湾。2005年，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将防独立场法律化，声称如果台湾走向正式法理独立或出现统一的非和平，可能完全丧失，北京将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部法律等于是向台湾亮出武力统一的最后底线。同一时间，解放军持续在东南沿海增置飞弹，对准台湾，加强登陆作战演练等，台海之间弥漫着一股压力。然而，即便如此，北京在这段期间依然没有真正动手开战。一方面，陈水扁政府虽然踩红线试探，比如推动入联公投等，但毕竟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共产党觉得还不到非打不可的程度。另一方面，美国小布什政府也多次警告台湾不要片面改变现状，等于在某种程度上管住了台湾。北京看在眼里，心中也有浅谙，只要台湾不正式独立，北京就还有耐心等下去，不必马上开战。于是这些年成为一场僵持的拉锯，北京不断积蓄实力和施压，台湾则在美国的安全网下维持现状，双方谁也没跨出最极端的一步。2008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上台后，采取了缓和两岸关系的路线。他承认9·2共识，反对台独，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和交流合作。这段时期是两岸关系相对融洽的8年，北京暂时看到了和平统一的希望。海峡两岸签署了多项协议，开通直航、陆客观光，甚至在2015年实现了国共内战结束后领导人首次会晤。马习会。在这种氛围下，北京更没有理由去动武坏事。毕竟用和平统战、经济融合来拉拢台湾，比起打仗来得划算得多。当时中国大陆自身也在全力发展经济，提高国际影响力，他们巴不得国际环境和平稳定，不愿生乱。可以说，那几年武统二字几乎从大陆官方语境中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台湾社会频频示好的柔性政策。北京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经济利益和人员往来，让台湾民心逐渐倾向大陆，为未来水到渠成的统一创造条件。当然，事情并未如他们所愿永久持续下去。2016年，台湾第3次政党轮替，民进党蔡英文总统上台，蔡英文拒绝明确承认9·2共识，两岸官方交流机制随即中断。北京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台湾现任政府在走向渐进台独，因此开始对台采取更强硬的多种手段。在外交上，不断从台湾手中挖走邦交国，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军事上，解放军战机军舰频频绕台巡航，派遣航空母舰穿越台海，展示武力存在。在舆论上，大陆媒体与网络上武统的声浪变得比以往更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月，习近平发表对台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不承诺放弃武力。同年，大陆对香港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后来更推行香港国安法，强势平息香港的抗争运动。这一系列动作使外界产生一个强烈印象：北京似乎正愈发强势自信，不惜以强硬手段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少人开始担心武力犯台会不会提上习近平的日程。尤其到了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后，全球视线更聚焦在台海。很多分析把乌克兰比作台湾，把俄罗斯比作中国，猜测北京会否照着办。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不顾北京警告，强行访问台湾，成为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要。此举激怒了北京。作为回应，解放军在裴洛西离台后，罕见地在台湾周边6大片海空域同时举行实弹军演，导弹直接飞越台湾上空，多艘军舰一度压过台湾海峡中线。这场大规模演习仿佛为台湾画下半月形的包围圈，一时间让人有种战争已经在门口的紧张感。许多观察家称之为第4次台海危机。然而，尽管态势逼真，最终它仍然只是一场演习，而非真的入侵行动。北京透过这次前所未有的军演，
向华盛顿和台北强力示警，证明自己有实力，在必要时瘫痪封锁台湾。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依然谨慎地将行动控制在演习层次，而没有真的跨过台湾领土一步。美国方面则相对克制，并未让军舰直接介入演习区，而是选择在周边监视。危机数天后平息，双方都适可而止。这再度说明，即便如今解放军军力大幅提升，北京在考虑对台动武时，仍然必须权衡美国可能的反应和战事风险，绝非可以轻易拍板决定。从上述历史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大陆迟迟没有武统台湾，并非一时心软或忘了这档事，而是出于一连串冷峻的现实考量与精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原因。原因一，美国因素与国际介入的顾虑，这或许是最大的一道障碍。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台海的态度始终强势明确，不允许中共以武力吞并台湾。从第7舰队进驻台海，到后来美台缔结防御条约，通过台湾关系法，乃至1996年出动双航母，美军高调巡航台海，美国的种种行动都向北京传递出同一个信号：若你动手，我就干预。尽管美国官方长期奉行所谓战略模糊，不明讲遇到中共攻台时会不会直接出兵，但这种刻意模糊本身也是一种下阻战略，让北京无法掉以轻心。对北京来说，最忌惮的莫过于同时和美日等多国开战。台湾问题若引发中美日的大规模战争，那将是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演变成核冲突。在这种风险下，北京历届领导人都十分小心，避免做出会直接触发美日军事回应的举动。他们心知肚明，一旦引来美军干涉，武力统一的胜算和成本将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强大的军事投射能力、同盟体系和经济制裁手段，足以让中国一场战争的成果得不偿失。打个比方，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中国或许有信心在付出巨大代价下拿下台湾。但如果美国也卷进来，中国不但可能军事上打不赢，还会面临国际全面制裁封锁，经济倒退数十年，政权甚至可能不稳。这笔账北京当局不能不算，所以多年来他们对美国动向密切关注，小心翼翼地在台海问题上走钢丝。每当美国国内对台强硬声调上升，比如最近几年一些政客鼓吹防止台湾被侵略，或邀请台湾高层访问等，北京都不敢掉以轻心，生怕美国会不会突然改变策略，给台湾正式安全承诺。从北京视角看，美国是一只搅局的巨兽，一旦招惹，后果难料。因此，只要美国态度不松动，北京便不敢对台湾轻启战端。反过来说，北京也一直在观望等待美国哪天可能因自身问题而减少干预，或者国际局势出现有利于中共的改变。在他们眼中，美国的力量虽大，但未必能永远保持优势，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犯下战略错误或陷入内部分裂。这又连接到后面的长期战略观点，我们稍后再谈。总之，美国因素是中国迟迟不敢动武的一座大山，不搬开它之前，轻举妄动只会撞得头破血流。北京很清楚这一点。原因二，战争高风险与不确定性。还记得毛泽东的话，战争一旦开始，其结果往往超出发起者的掌控。这句话在现代依然是真理。任何发动战争的人都无法100%预料战局如何发展，尤其对于武力犯台这种规模的战争，北京决策者深知其中变数之多。台湾问题牵涉的不只是两岸，更有可能是区域乃至全球战争。一旦开打，就没有轻易喊停的按钮。战争是把双刃剑，赢了或许一统山河，输了则可能满盘皆输，甚至危及政权生存。对中共而言，最噩梦的情景莫过于战事陷入僵局甚至失败，那将严重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因此，除非有十足胜算，他们不敢轻启战端。就算排除外国介入，两岸开战本身也充满不确定。台湾的防卫能力虽不如解放军，但也不是不堪一击。岛上地形复杂，多山多丘陵，适合防御作战。台军经过多年准备，部署了大量的飞弹、雷达和不对称作战武器。刺猬战略就是要让解放军登岛后步步血路，更别提台湾民众对外来武力大多抱持抵抗态度。万一中共登陆成功，
也可能面临漫长的城市巷战和游击抵抗。那些年轻人也许平时对政治冷感，但真到外敌入侵，家园被轰炸时，多数人是会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解放军真的准备好应对一个有2300万人口，绝大多数不欢迎他们的岛屿吗？这将不是轻松的战役，而可能变成一场泥沼。因此北京心中有数，武统台湾的战役就算最乐观，也将伴随沉重伤亡与经济代价。一旦拖久打苦了，国际上同情台湾的力量就越多，制裁压力也越大，中共承受的内外挑战就越来越危险。可以说，发动台海战争就像打一场赌国运的赌局。中国古代有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放在现代战争同样残酷。举个近例，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原本以为短时间能收复乌克兰，结果却陷入长期苦战，付出巨大伤亡和经济代价，同时引来西方严厉制裁，使俄国经济陷入困境，国际声望严重受损。这一幕相信也给了北京很大震动。原来大国挥军若临，并非如想象中那般容易，稍有闪失就会偷鸡不着蚀把米。现在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经济虽然变强，但也存在不少隐忧，比如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债务沉重，失业率上升等等。如果此时再来一场战争折腾，国内经济铁定雪上加霜，战争开支庞大，社会动荡风险陡增，这些都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于是北京更倾向避免战争不确定性，维持现状，以争取时间和发展空间。在他们看来，与其铤而走险赌一把，不如先按兵不动，继续积累实力，等将来有更大把握或更必要时再说。这种谨慎务实的态度也是迟迟不动武的重要原因。原因3，两栖登陆作战之难。武力统一台湾，军事上最艰巨的就是渡海登陆这一关。历史上登陆战役往往是伤亡最惨重的作战方式之一，不论是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或更早的日俄战争旅顺登陆，都证明面对顽强防守时，登陆军队要付出数倍甚至10数倍于守军的伤亡，才能攻下滩头阵地。对今天的解放军而言，攻台湾所需面临的挑战比历史上任何登陆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台湾海峡平均约160公里宽，解放军数十万部队、上千艘船艇跨越这段距离，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漫长的航程中，他们将暴露于台湾的反舰飞弹、潜艇和空中打击之下，一不小心运输船团就可能损失惨重。其次，即便顺利抵达台湾本岛，登陆地点也极为有限。台湾西部虽有几处适合登陆的滩头，但台军早已在这些地点加强守备，布满了地雷、钢桩和火力点，解放军攻上岸头，很可能陷入血战。再者，台湾地形中部有中央山脉，城市多半沿西部平原分布，就算解放军突破滩头登陆，还得面临城市攻坚战和山区围剿战。台军和民防部队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节节抵抗，把战线拉长拖久。想象一下，巷战中每一条街巷都可能变成狙击手和路边炸弹的陷阱，山区丛林中则可能出现源源不断的游击伏击。如此高难度的攻防，对解放军这支多年没打过现代化大仗的军队来说，将是前所未遇的严苛考验。虽然解放军近年演练了大量登陆科目，也新造了多艘两栖攻击舰、气垫船等装备，但演习毕竟不同于真战场，何况台湾还有不少先进武器，像是远程反舰飞弹、高性能战机、防空飞弹等等，这些都会增加解放军两栖作战的变数和难度。北京不是不清楚这其中水有多深，因此他们一直在强化攻台能力，但也在寻找其他更聪明的战法。比如，有人推测北京若动手，可能选择围而不打，即先对台实施海空封锁，切断台湾对外联系，逼迫台湾在缺粮少电的困境下就范，而不一定立即全面登陆。这种战法看似可以降低伤亡，但同样有风险。封锁本身就已经是战争行为，也很可能引来美日介入，拖久了国际救援力量介入，反而夜长梦多。所以无论怎样，真正攻台的军事挑战都大到让人望而生畏。正因为解放军将领心中有数，他们绝对不会像一些网络军迷那样头脑发热，以为3天2头就能挥师台北。
中国军方其实相当重视，不打无把握之仗。过去几十年，能不开战就尽量避免，何况对手还是难啃的台湾。因此，除非他们觉得胜券在握，否则短期内难下定决心轻启战端。原因4，国内经济与政治的权衡。除了外部和军事因素，北京对台动武与否也深受自身内部情况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上。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经济，北京愿意暂时搁置一些争端，忍辱负重也在所不惜。台湾问题在邓小平时代就被明确指出，不着急解决，因为中央需要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提高国力上。直到今天，经济建设仍是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武统台湾毫无疑问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仅战争开支庞大，而且西方世界势必施加严厉制裁，国际市场也会对中国避之唯恐不及。看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后多少外资撤离，经济倒退，人民生活受到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与世界高度交融，一旦卷入战火，后果将更为严重。中共高层当然不愿轻易葬送几十年辛苦累积的经济成果，所以从经济现实角度，暂不动武其实也是在保全自己发展的机会窗口。再来看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内高压统治，但对民意，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是全然不顾。武统台湾在大陆网络上常被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者鼓吹，然而真让这些人上战场，恐怕未必人人愿意。更何况中国自1979年以来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作战经验。如果一旦开战，出现大量伤亡或战事不顺，国内舆论场上的爱国激情可能瞬间反转为对政府的不满。中国实行1胎政策多年，很多家庭就这么一个孩子，假如儿子战死沙场，那种悲愤是可想而知的。中共过去也打过一些局部战争，例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伤亡不菲，在国内引发过一些质疑声。那场战事中共还可以宣称是自卫反击，有理有据，但如果攻打台湾，宣传上虽然说是内政问题，但毕竟是主动出击，难免让部分老百姓心生疑虑，为什么非现在打不可？一旦战况焦着，损失增大，人民的反战情绪可能高涨，甚至动摇对政府的信心。中共政权向来将维护稳定压倒一切，奉为金科玉律，绝不会冒险去做一件可能引发国内大震荡的事，除非他们判断不打不行，或者未来更没机会，不然通常会往稳妥路线选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共的政治合法性确实与统一使命绑在一起。中共经常宣传自己是实现民族复兴、结束近代屈辱的领导力量，把完成祖国统一视作一项历史任务。统一台湾在中国大陆民间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许多人从小受教育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终必须回归。所以北京不能说不统一就不统一了，那会遭到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反扑，也有辱中共历代领导人的承诺。因此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官方态度永远是强硬不放弃的，同时塑造一种终将统一的历史必然感。但需要注意的是，宣誓归宣誓，真正决策上却可以灵活调整。中共可以把统一的时间表一拖再拖，而不明确给出期限。只要国内大多数人仍相信政府终究会统一台湾，暂时不打并不至于伤筋动骨。毕竟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日子能安稳过，经济能成长，比打仗更实在。所以中共在宣传上把不放弃武力挂在嘴边，以堵住民族主义者的嘴，但实际行动上却是能不打就不打，争取在和平环境下搞建设。这种平衡术他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当然一旦形势变了，例如台湾真的宣布独立或内部发生巨变，那北京恐怕会认为非打不可，以维护政权威信。但至少目前台湾虽走向本土意识，但仍维持现状，这给了北京继续等待的借口和空间。可以说，中共领导层对内部经济和政治的权衡，使他们倾向于将统一台湾的问题放在未来，以较低成本的方式逐步推进，而不愿现在就承担巨大风险去强取。原因5，
以拖代变的长期战略。总体来讲，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心法可以用4个字概括：以拖代变。这其实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萌芽。早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及台湾问题时就曾说过，我们可以等。后来邓小平更明确提出和平统一、搁置争议的方针。为什么要等？因为北京认为时间终将站在自己这边。这种战略耐心的背后有几个重要判断。首先，他们相信中国的综合实力会随时间大幅增长，而相形之下，台湾的力量将趋于渺小。国际上支持台湾的声势也许会随着中国壮大而减弱。习近平就曾说过，他认为时间对中共有利，因此可以从容应对。北京预计，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的不断壮大，美国的相对优势将被蚕食，美国干预台海的决心和能力都可能下降。比如再过10年、20年，中国海军的规模或许比美国在西太平洋更具优势，中国导弹部队也更加现代化，可以更有效威慑远方的美军基地和舰艇。届时，美国总统在权衡要不要为台湾开战时，考虑的不只是轻松介入，而是很可能要冒着本国军舰被击沉、亚太基地被攻击的风险，这势必让美方有所忌惮。而如果将来某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科技实力逼近甚至领先，届时华盛顿也许会认清很难阻止中国完成统一，只能寻求新的平衡。当然，这是北京一厢情愿的乐观剧本，但不能否认他们的确抱持这样的长远打算。另外，时间拉长也可能出现其他变数，例如美国自身陷入严重内部分裂或经济危机，无暇他顾，或者国际格局出现重大战争，牵制了美国的资源，再或者中国透过外交努力分化瓦解美国的同盟，使其孤立等等。北京相信只要自身变得更强大、更具影响力，国际上迟早会有更多国家倾向中国，疏远台湾。实际上，中国近年来崛起已经改变了不少局面，很多国家考量与中国的庞大经贸往来，不愿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站队，生怕得罪北京。台湾的国际处境确实较以前更为艰难，这正应了北京的预期。时间拖得越久，中国的筹码越多，台湾方面相对越被动。除了国际力量消长，拖还有另一层含义，等待台湾内部出现有利变化。北京深知统一终究要涉及台湾人心的归属问题，如果一味强攻，只会加深台湾人民的离心力。但或许未来某个时刻，台湾内部会产生对统一更有利的条件。例如，如果未来台湾经济严重下滑，民生困顿，而大陆这边繁荣昌盛，台湾民众可能会对统一带来的好处改观。又或者，台湾政治光谱出现新的力量，愿意与大陆和谈，甚至促成某种形式的统一协议。历史上，东德西德的统一在冷战末期和平实现，部分就是因为东德民众向往西德的富裕生活，自发推动统一。当然，那是两个都愿意统一的政权。而在台湾，中国大陆寄望于长期渗透、宣传与交流，潜移默化改变民意取向。虽然目前看来，台湾年轻世代认同中国的比例很低，以拖代变似乎对北京不利，因为年轻人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北京或许另有盘算，他们加强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和经济施压，使台湾的国际空间越来越窄，对外依赖越深。当有一天，台湾可能被迫在经济上更靠拢大陆，或者某种危机下需要大陆援助时，民意也许会转向与其对抗不如谈判。这些当然是很长远的不确定因素，但北京愿意等，也愿意投入资源去催化这些可能。例如，近年来他们对台湾同胞推出各种惠台措施，吸引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就业、就学，企图让更多台湾人融入大陆经济圈而减少敌意。效果如何暂且不论，至少说明北京没有把所有鸡蛋放在打这一个篮子里，他们还想通过统战等软性手段逐渐实现目标。这种以拖代变的耐心，在强调短平快的现代社会中其实并不多见，但中共向来擅长长期斗争，自认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就不介意多等些年头。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揭晓前面提到的那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这句话之所以能让现场鸦雀无声，就在于他精辟地指出了
北京迟迟不动武的核心原因。习近平认为时间在中共一边，所以他可以等。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在一场演讲中说的一句话。在场的听众本来七嘴八舌讨论两岸可能开战与否，黎安友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反而点破了盲点，让大家安静思索其中含义。时间在中共一边，意味着北京坚信未来形势只会对自己越来越有利，无需现在孤注一掷去赌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换言之，北京有耐心，也有定力等待，因为他们看到光阴会磨平台湾的抵抗，增强自己的实力。黎安友的这句评语几乎就是对北京战略思维的精准翻译。他的确道出了中国大陆迟迟不开战的真正原因，不是不想统一，而是认为不必急着统一。对岸领导人心里有本账，和平岁月每多过一年，中国大陆的国力军力就更上一层楼。相对的，美国也许更疲态毕露，台湾也许更难支撑，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时间战这个东西，从不同视角看，或许结论相反。站在台湾这边，时间真的对中共有利吗？还是说，时间换来的是台湾民主意识更强，本土认同更高，统一更无望？这点或许北京和台北各自有本账，但无论如何，至少北京自己相信时间在他那边，所以北京选择不开第一枪。黎安友短短一句话，让我们触及到了这场拉锯背后最深层的逻辑，那就是坚持不战，静待花开。这也是中国传统兵法所说的以逸待劳，思维在新时代的体现。那么，有了这层理解后，我们再回到标题的问题，70多年了，中国为何还没统一台湾？答案可以说是综合以上种种原因的一个结果，因为时机未到。北京自己认为统一的最佳时机尚未出现，他们宁可保持现状，也不愿铤而走险。而在这等待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持续压制所谓台独倾向，不让台湾往独立方向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又积极发展国力军力，希望将来能以更大优势争取统一。至于究竟哪一天才算时机成熟，北京从未明言，但常有人猜测，例如2035年、2049年等节点，可能是他们心中的目标。2035年是中共设定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年份，204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有人认为，中共不想将统一台湾这个历史任务交给下一个世纪，所以2049前后很可能会有动作。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北京可能更晚才会动手，因为它能拖则拖，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佳选项。说不定到那时，两岸在某种新格局下和平统一了呢。虽然目前看来几乎不可能，但几十年世事变幻，谁又说得准？北京愿意怀抱这样的乐观，同时暗中做最坏的准备。对台湾而言，理解了北京的盘算，反倒更需要自我警惕和努力。拖延战术对北京有利，时间却未必对台湾有利。台湾不能因为短期内和平无事就松懈防备，也不能过度依赖外援而忽视自身强韧。毕竟，北京的耐心不代表会无限期等待下去。一旦他判断外部条件有利，胜算在握，仍可能铤而走险。在近年来的舆论中，我们也看到有武统派在鼓噪认为不该等太久，免得夜长梦多。习近平本人则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容世世代代拖下去。可见，北京虽然暂缓动武，但内部也有统一不能无限拖延的压力。在中共党内，实现统一被视作历史工业，谁完成了就能名留青史。反之，若一直完不成，后人也许怪罪其怠惰。所以未来某个时点，如果习近平或继任者觉得拖无可拖，或者出于内部政治需要用一场民族大业来凝聚人心，那战端可能就此打开。因此，台湾方面除了仰赖国际支持，更重要的是壮大自我防卫决心和能力，把让对方付出高昂代价的门槛筑得越高，战争就越难发生。和平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靠实力和智慧撑出的平衡。回望过去70多年的两岸关系史，一直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拉锯，尽管几度风高浪急，但总算没有真的失控酿成大战。这背后的原因，我们细数起来，有国际力量的制衡，有双方军力的较量，有领导人算计权衡的结果，更有人心向背的作用。
北京迟迟未对台湾开战，表面看或许有人说是畏惧或谨慎，但实际上是权衡利弊后的一种理性选择。战争从来不是儿戏，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至少对于精明的决策者而言是如此。中共当局深谙孙子兵法，上兵伐谋之道，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不为？他们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最终实现统一，这既省去了战火风险，又能保全实力，一举两得。因此，在可以忍耐的范围内，他们会一再忍耐。只是对台湾而言，这种持续的压力和悬而未决的状态，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我们当然乐见和平，但也必须未雨绸缪，确保自己不会因一时大意而陷入险境。展望未来的台海，情势依旧充满变数。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军力还在增长，统一的硬实力、筹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台湾的主体意识和国际支持也在增强，反制对方的联盟亦逐步成型。这场耐力赛究竟谁能笑到最后，目前尚难定论。但可以确信的是，只要双方都保持理性克制，不轻易越过彼此的红线，战争就有望继续避免。而在这段宝贵的和平时间里，台湾更应该强化自身，拓展国际合作，让对方即便日益强大，也始终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动武。要让北京永远算出动武不值得，和平才有保障。或许有一天，两岸能在更稳定平等的环境下寻求新的相处之道，甚至找到彼此都可接受的统一或和平共存方案，那将是最理想的结局。然而，在达到那一天之前，这70多年的博弈还将持续下去。中国迟迟不统一台湾，背后有诸多精密盘算，而台湾之所以仍能维持自由生活至今，也同样是各方努力与幸运的结果。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台海这盘棋尚未下完。我们希望未来的篇章不会写满硝烟，而是能在理性与对话中寻得转机。但无论如何，了解彼此的想法与顾忌，正是避免误判冲突的关键。今天我们所分析的，正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战争从不是单纯魄力问题，更是冷峻利益计算下的最后选项。70多年来，北京之所以按兵不动，道理或许就藏在那句简单的话里：时间站在他那边。未来，时间究竟会带来统一，亦或永久的分治，唯有时间本身能给出答案。在那之前，我们只能继续见招拆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拉锯战中坚定走下去。